爸妈离婚后，妹妹选择跟富有的爸爸生活。我搬到了妈妈的出租屋。几年后，爸爸吃喝嫖赌，败光家业，而妈妈做起了网络直播，成了有名的女企业家。妹妹的生活天翻地覆，就来找我哭诉，却趁我不注意，在我杯中下毒。都是爸妈亲生的，凭什么你就能过得那么好，而我却要风餐露宿？这好日子也该让我过一过。在睁眼时，我们回到了爸妈离婚那天。这一次，他抢先抱住了妈妈，我要跟妈妈生活，再苦再累我也愿意。可他不知道，妈妈比爸爸更可怕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妹妹从小就嘴甜会哄人，比我更受宠。因此，当爸妈决定离婚的时候，他们先问的妹妹，问她要跟谁。爸爸是个富二代，家里很有钱。妈妈是个全职太太，离婚后就一无所有，只能艰难度日。所以，妹妹想也不想，乖巧地抱住了爸爸。我最喜欢爸爸了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要跟你一起长大。爸爸乐开了花，把妹妹抱了起来，举高高。乖宝宝，那你就跟着爸爸，一辈子都做小公主。妹妹笑得甜美，在爸妈看不到的地方，得意地瞥了我一眼。是的，她从小就这样，总是想跟我争个高下。只要能打败我，即便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她也很愿意去做。爸爸和妹妹都笑得开心，妈妈在一边黯然神伤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过去牵起了妈妈的手。妈妈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生活。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说。几年后，因为机缘巧合，妈妈的直播事业做得如火如荼。我们从破出租屋搬到了社区，又从小区搬到了别墅区。妈妈的二手电动车也换成了宾士，然后又换成保时捷。有一次，妈妈开车带我出门，在路上偶遇了一起交通事故，一个电动车主逆向行驶，撞上了一辆豪车。豪车主人破口大骂，电动车主唯唯诺诺。他的女儿在一边放声大哭，他却嫌女儿丢脸，踹了女儿一脚。那女孩伤心欲绝地转过了头，正好和车窗里的我四目相对，竟然是我妹妹陈思礼。再看那卑微道歉的电动车主，正是我爸爸。陈思礼也看见我和妈妈了，眼睛一亮，疯了一样的追了上来。可妈妈已经踩下油门，若无其事地往前驶去了。我犹豫着开口，妈妈，那是妹妹。妈妈冷淡道，我看见了，怎么，你想帮她？我没敢作声。妈妈冷笑一声，小时候她多可爱啊，现在长大了，跟她爸一样丑。没良心的白眼狼，这就是报应。我彻底闭上了嘴。没过多久，陈思礼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约我出来见面。咖啡厅里，他哭得梨花带雨的。姐姐，你都不知道，爸爸他……陈思礼说，爸爸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。他无能，却又贪婪。前几年，他听信朋友的鬼话，不顾爷爷的阻拦，投资了一家公司。但那公司本就是个设好的圈套，于是几千万就这么打了水漂。爷爷无比震怒，把他逐出了家门。我本以为爸爸能知错就改，莫想到他只知道吃喝嫖赌。被赶出家门后，爸爸夜夜笙歌，还在女朋友们的建议下，去澳门赌场一掷千金。
没过几个月，几百万存款就被花了个精光。爸爸甚至还背上了600多万的赌债。爷爷已经懒得理会他了，1分钱都不给他。无奈之下，爸爸只好送外卖赚钱。但他这个人养尊处优惯了，从前出门都有司机，他连交通规则都不熟悉。刚送外卖没多久，他就逆行撞上了豪车，也就是我前几天看到的那一幕。咖啡厅里，陈思礼扑到我怀里，哭得好伤心。姐姐，我看妈妈开的是保时捷，穿的是香奈儿，你的包包也是迪奥的，你们一定过得很好吧？姐姐，你能不能回去跟妈妈说说，我也是她的女儿呀，我不想跟爸爸过了，我想跟他过。他一定很想我吧？刚分开的那几年，他经常给我打电话，希望我回去。他的眼眸里满怀期盼。可是，一想到妈妈，我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最终，我说，你最好别跟妈妈一起生活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一点钱。陈思礼猛然抬头，怨毒之色一闪而过。但很快，他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。谢谢姐姐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第二天，我把5万块钱转给了陈思礼，他主动说要请我去他家吃饭。出租屋里，陈思礼递给了我一杯茶。姐姐，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喝茉莉花茶，这是我特意给你选的茶叶，你尝尝看好不好喝。我没有防备，喝了下去。但很快，天旋地转。最后的画面是陈思礼拿刀划烂我的脸。陈思荣，都是爸妈亲生的，凭什么你就能过得那么好，而我却要风餐露宿？你那么有钱，却只给我这么点，还不肯让我回到妈妈身边，你这个自私自利的贱人！无尽的黑暗过去，在睁眼时，我回到了爸妈离婚那天。面对爸爸的提问，这一次陈思礼想也不想，转身抱住了妈妈。思礼不能没有妈妈，思礼要跟妈妈一起生活，再苦再累也不害怕。妈妈感动地抱住了思礼，在她的怀抱中，陈思礼露出了狡黠的笑容。其他人都看不见的视线盲区内，陈思礼无声地冲我比口型。姐姐，这一次轮到我一飞冲天了。原来他也重生了，可他并不知道妈妈比爸爸更可怕。陈思礼兴高采烈地奔赴出租屋了，而我留在了别墅里。爸爸一如既往的不靠谱，刚离了婚，晚上就准备去夜店潇洒。电话那边，某个情人的声音又嗲又腻，却把爸爸哄得非常开心，拿上外套就准备出门。在他即将出门的那一刻，我拦住了他。我问爸爸，谁陪我吃晚饭呢？他理所当然道，不是有保姆膜吗？让他陪你吃。我咬了咬唇，说很久没见爷爷了，我有点想他。爸爸，你可以送我去他家吗？爸爸犹豫了一会儿。见状，我又说，姑姑家的儿子前2天好像去见爷爷了，也不知道说了什么，爷爷给姑姑又买了辆车。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一听这话，爸爸瞬间就不犹豫了。他们一家天天就知道开娘家的油，我呸！思荣，我现在就让司机送你过去，记得一定在爷爷面前给爸爸说好话，明白吗？说着，他就把我塞到了车里。爷爷住在僻静的湖景别墅里，在他眼里，我妈妈是心机女。为了攀上我爸不择手段，心思深沉又恶毒，因此他一直很看不上妈妈，连带着也不喜欢我和陈思礼。前世爸妈离婚后，陈思礼也试图讨好过爷爷，但她在家一直是被娇惯的小公主，头脑空空，所擅长的也只是装乖巧扮天真。可到了爷爷家，她所有的小伎俩都不管用了。她再怎么哭闹，
换来的只是爷爷的冷淡。和他的处境不一样，姑姑家的儿子许之臣是爷爷的心肝宝贝，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，总能得到爷爷的赞赏。久而久之，陈思礼心生怨恨。在一次家庭宴会中，他故意摔碎了古董花瓶，并且栽赃给了许之臣。他以为这样就能让许之臣的地位一落千丈，可他迎来的是隐秘角落里的一段监控录影。许之臣的地位毫无动摇，陈思礼却被爷爷家法伺候。爷爷指责他心机狠毒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像极了你妈妈，并且要求爸爸再也不许把他带到家里来。从此以后，陈思礼彻底记恨上了爷爷。爷爷大寿那天，陈思礼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则漫画。那漫画是恶毒的诅咒，画的是死神动用各种方式取走了一个老头的性命。爷爷当然看到了，但爷爷没有理他。后来爸爸破产，陈思礼的生活条件一落千丈。这时候他终于想起了爷爷，跪在老宅门口求爷爷原谅他，收留他。爷爷连面都没露，保安就把他拉走了。这一次时光倒流，陈思礼去奔赴他梦寐以求的新生活了。而站在湖景别墅外即将拜访爷爷的人是我。我深呼吸几个来回，按下了别墅的门铃。即便爸爸已经提前给爷爷打过招呼，说我想要探望一下他老人家，但书房里爷爷对我的脸色还是很冷淡。我礼貌地打过招呼后，他也还是没有要搭理我的意思。我也不恼，找了个角落坐下了。在妈妈身边生活的那些年，我受过比这严重100倍1000倍的羞辱，这并不算什么。书房里，爷爷正在抽查许之臣的功课。许之臣今年17岁，学业优异，是个天才少年，对金融和经济都很感兴趣。爷爷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，可惜几个子女都是碌碌之辈。因此他打心眼里欣赏这个有冲劲又踏实的外孙子，时不时拉许之臣过来，给他讲国内外著名的商业交易案例。爷爷问的问题都很有难度，前几个问题许之臣都回答上来了，但这一个不一样，许之臣陷入了漫长的思考。爷爷并不着急，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回答。我弱弱地举起了手，爷爷，我可以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吗？爷爷看了我一眼，表情怀疑。你初中都没毕业，你能说什么？坐不住了就出去，不用耍这些小聪明。我也不生气，微笑着说，如果我的回答让您不满意，我就出去罚站，好不好？爷爷哼了一声。许之臣却说，外公，不如让妹妹试试看。爷爷莫说话，这就是默许了。我冲许之臣感激地笑了笑，旋即开口。这一批创业者的启动资金来源不正，他们早年通过类似买办的方式，帮助外企打开内地市场，依靠资讯差，攫取高额利润。爷爷意外地看我一眼，继续发问，那你说，他们的天然优势是什么？问题又在哪里？我想了想，回答，他们早早地与外企建立了密切关系，且较快适应了市场，这是他们的优势。但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他们的问题就是过度依赖外企的先发优势，没有形成自己的竞争力。因此，在市场走向规范化的时候，他们的竞争优势也就消失了。爷爷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，表情有些复杂，有怀疑，有审视，唯独不再有轻蔑。过了片刻，他问，你才14岁，这些东西是哪里听来的？我说，是图书馆里有很多书，我很爱看书。其实不是，妈妈接待的客户中有很大一批就是外企买办的受益者。
他们钻空子，通过裙带关系和资讯差谋得财富，却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本事和能力，并在某个醉醺醺的午后，搂抱着怀里的少女，迫不及待地吹嘘自己往日的成功。想到这些，我用力闭了闭眼。在睁开时，这里仍旧是爷爷庄重古朴的书房，而并不是粉色灯光照耀下昏暗暧昧的卧室。啪啪啪，是许之尘轻轻鼓起了掌。他说，思荣只有14岁，阅读和思考能力却很强，值得肯定。他看向我，表情温和真挚，我自愧不如。我连忙摇头，是凑巧罢了。哥哥说的那些金融和经济概念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。短暂的安静后，许之尘问我，思荣，你想和我一起学习吗？在许之尘的建议下，爷爷准许我旁听，但他依旧对我有怀疑。他疑心这是某种另辟蹊径的办法，目的还是从他手里骗到钱。于是他要求许之尘定期向他汇报我的情况。其实无需许之尘监视，也无需谁逼迫我，每天按部就班的上课下课，一到休息日，不是练琴就是泡在图书馆里。这是我曾经求而不得的生活，我怎么会不珍惜？几个月过去后，爷爷的书房里，我不再总是倾听者。往往就爷爷抛出的某个问题，我会和许之尘辩论得面红耳赤，直到爷爷叫停。不知从哪一天起，爷爷不再用提防的眼神看我，许之尘也停止了向爷爷汇报我的情况，因为他抱怨对我的关注让他浪费了一些时间，所以他才会在某次小测上输给了我。对此，爷爷只是大笑。我装作不知道这一切，只是默默刷着我的习题。在学校里，我的认真学习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一次数学竞赛中，我拿到了1等奖。老师说要在家长会上点名表扬我，只是爸爸一如既往的不靠谱。他承诺会来参加家长会，可离开场还剩半小时的时候，他却告诉我来不了了。他说，思荣，爸爸有个很重要的会要开，让保姆给你开家长会吧，乖。可电话那边传来的，分明是一群女人的娇笑声。我没有拆穿他，淡定地挂了电话，然后把教室黑板上贴着的数学竞赛表彰名单发给了爷爷。名单上，我的名字和许之尘分列初中部和高中部的榜首，2个陈字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复言，爷爷，爸爸临时有事，来不了我的家长会了，可是老师很想跟我的家长聊聊我以后的发展。您能来吗？爷爷亲自来了学校，这是连许之尘也没有过的待遇。班主任诚惶诚恐，校长也急匆匆赶来接待他。爷爷泰然自若地坐在了校长办公室的主座，问我孙女平时学习怎么样，有没有要改进的地方。明知故问。班主任连忙说了一大堆好话，表示我在各方面都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好学生了。爷爷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家长会结束后，他迟疑了片刻，居然吩咐司机开车去商场。他说，我看你们班的那些小姑娘，个个都穿得花枝招展的，怎么就你那么朴素？是不是你爸亏待你了？最后，他给我订了6、7套成衣，又给我买了好几个包。看着账单上的数字，我诚惶诚恐。爷爷，你现在不担心我图你的钱了？他放声大笑，图呗，我还担心你不图呢。我愣了一下，也跟着笑了。沉思里以为要讨好爷爷，必须靠可爱，靠情绪价值，靠装乖撒娇。可他不明白，爷爷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，他见识过的糖衣炮弹，人性黑暗数不胜数。
他不需要，也看不起来自于废物的赞美和撒娇。一个垂垂老矣的掌权者，最希望见到的是生机勃勃的后辈。而我，只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能力，迟早会成为第二个许之尘，爷爷的心肝宝贝。几年后，爷爷专门为我和许之尘装修了一间书房。当我正和许之尘下围棋的时候，消息传来，爸爸一意孤行，不顾爷爷的阻拦，把几千万投资给了一家空壳公司。而现在，那家公司爆雷了。隔壁书房里，爷爷无比震怒，隔着一堵墙都能听见他的怒吼：你脖子上顶着的是个肿瘤吗？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那家公司不靠谱，你为什么不听？解释个毛！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儿子，你给我滚，我就当你死了。我心一沉，和前世一模一样，爷爷要把爸爸逐出家门了。只是不知道，这一次爷爷会不会迁怒于我，像赶走陈思礼一样，把我也赶出家门。砰！书房的门被推开，爷爷盛怒地站在门口，表情难看。陈思荣，你出来！许之尘迅速地起身，挡在我身前。外公，不管舅舅做了什么，思荣是无辜的。爷爷冷冷道，不关你的事。许之尘还要说些什么，我拽了拽他的衣角。没事的哥哥，爷爷一定是有事找我。庄重古朴的书房里，普洱的香气弥漫。我恭敬地沏茶分茶，把茶盏放到了爷爷面前，然后就像我第一天来到这里一样，找了个角落安静地坐下。爷爷定定看了我半晌，那双苍老的眼睛像是能洞察人心，而我不动不摇，任由他打量。许久，爷爷开口，我准备跟你爸爸断绝关系了，你怎么想？我说，爸爸不听劝阻，犯了大错，是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。爷爷问，你不劝我？我几乎要叹气，为什么要劝呢？上周我们谈到美国某个家族式企业的兴衰史时，我就说过，倘若家族成员才能不足，公司就该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。爸爸究竟有多少才能，您比我更清楚。我如果要劝您留下他，我的良心会过不去。爷爷眯了眯眼睛，说，我把他赶出家门，你就要过苦日子了，这你也愿意？我无奈地笑了，钱本来就是您的，你想给谁就给谁，我哪有发言权？至于我，做家教也好，去实习也好，总能赚到学费的，您不用担心我。摊上这么个爸爸，是我的命，我不愿命。良久的沉默后，茶壶又沸腾了一遍。我伸手想去倒水，爷爷却亲自给我倒了杯茶。他凝视着我的眼睛，说，摊上这么个爸爸，是你的命，但你的命里，除了你爸爸，还有我。爷爷把爸爸赶出了家门，却把我的行李搬到了他家。从此，湖景别墅里也有了属于我的一间卧室。我不用再忍受爸爸带回家里的不同女人，因为我成了爷爷的孙女，爷爷罩着的孙女。这天，我放学后遇见了一个意外来客，陈思礼。他穿着妖娆妩媚，一身奢侈品，妆容也十分精致，长而翘的假睫毛扑闪扑闪，能卷起一阵风。陈思礼上下扫视了一圈我的衣服，夸张地皱起了眉毛。听说爸爸破产了，我就着急来探望你。不是我说，姐姐，就算家里没钱了，你也不能穿得这么破破烂烂吧？我也低头看了眼自己，脚上穿的运动鞋，今天打篮球的时候意外裂开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换。衣服裤子就是最普通的运动服，虽然穿着有点旧了，但我觉得宽松舒服，所以很爱穿。至于装饰，我确实不像班里一些女生爱戴手镯和项链。
手镯会影响我写题目的速度，项链则耽误我做运动。所以爷爷给我买的一堆首饰，现在还在衣帽间里放着，动都没动过。见我沉默，陈思礼以为我默认了，他往后一靠，笑得分外娇艳。你好可怜啊，姐姐。不像我，现在已经有2个爱马仕包包了，还有好多漂亮裙子，每天都过着公主般的生活。我不想谈论这个，问他，从去年开始就默见你来上学了，你转学了吗？他答，上学有什么好的，我现在天天学舞蹈，妈妈还陪我化妆护肤。妈妈说女孩子不用学那么多知识，有美貌才是正经。说着，他凑上来，指着自己的眼睛，得意地道，看见我的双眼皮了吗？妈妈带我去割的，比你的单眼皮可好看多了吧？你再看我的手，每周我都要做全身护理的，妈妈说这就叫做柔弱无骨。再看看你的，怎么全是老茧？我摊开手，看了眼自己的掌心，这些老茧，有些是因为握笔形成的，有些则是因为去健身房锻炼形成的。柔软的双手挥不出拳头，我要的是有力量主宰人生的双手。见我沉默，陈思礼更得意了。他说，羡慕了吧？不过你就别想着能回到妈妈身边了。她喜欢乖巧懂事的女儿，看不上你。我低头笑了。是啊，妈妈喜欢乖巧懂事的女儿。从前我就因为不肯屈服，被她打得遍体鳞伤。陈思礼以为妈妈给她买的化妆品、短裙、名牌包包是出于对女儿的关爱，殊不知那全是通往地狱的入场券。那些漂亮的裙子会被撕碎，美丽的妆容也会被蹂躏损耗。华丽精致的床榻之中，那些老男人喜欢听小女孩哭着求饶。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？我亲爱的妹妹，你并不知道，不劳而获的代价比金钱更昂贵。高中毕业后，我拿到了美国顶尖商学院的 offer， 和许之尘再度成为校友。爷爷很高兴，为我举办了一场升学宴。许之尘也特意坐国际航班回来，为我庆祝。觥筹交错间，有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拍我马屁，不愧是陈老爷子的孙女儿，真是虎父无犬子。这成语其实用的不对，但在这场合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忽略了，我爷爷真正的犬子其实是个愚蠢无能的废物。而现在，他正在狼狈不堪地赚钱还债。我笑着点点头，举杯看向这位叔叔。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凉了。这人右边眉毛上一粒痣，耳朵上一道疤，而他的西装底下，胸口上有一大片难看的胎记。为什么我知道的那么清楚？因为他曾是妈妈的座上客。豪华别墅的粉色浴室里，方正阳最大的爱好就是抓着我的头发，一遍一遍按入浴缸中。他说，我的窒息能带给他最大的快乐。他说，我妈妈收了钱，还要靠他做生意。他就算弄死我，我妈妈也不会在乎。所以，我最好不要反抗，最好乖乖配合。不然他手里的鞭子就会把我打得血肉模糊。就是这张脸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见我神情异样，许之尘接过了我手中的酒杯，不着痕迹地为我打圆场。我妹妹酒量不好，这杯酒我喝了。大家都笑着鼓掌，夸陈老爷子有福，陈家手足相亲相爱，让他们羡慕等等。只是爷爷看出了我的异状，建议我去休息室坐坐。休息室里，我大口喝着冰水，想要冷静下来。按照时间推算，妈妈应该已经露出真面目了。那陈思礼呢？他会遭遇什么？我掏出手机，打给了他。妹妹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
视频那边，陈思礼不屑地看着我。怎么，跟爸爸过了苦日子，就想到我了？之前不是还嘴硬吗？现在想回头，你下跪求我啊？我摇摇头，不是的，我只是想知道你最近怎么样。陈思礼冷笑，我的好姐姐，你假惺惺什么呀？你巴不得我过得不好吧？可惜了，我好得很，我谈恋爱了，男朋友有权有钱，把我宠成了小公主。而且我现在已经是妈妈公司的骨干了，手底下10几个员工。我的好姐姐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，免得以后跟爸爸一起送外卖。说着，陈思礼挂断了电话。我望着手机，陷入了沉思。前世和爸爸离婚后，妈妈分到了一些财产，但她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，无法忍受节俭的活法。很快，她就重拾老本行，想要再勾引一个有钱人。但她老了，再精心保养，也还是比不过年轻的女孩子的青春美貌。几次失败后，妈妈发现，那些男人们虽然对她不感兴趣了，可是对她的女儿好像很感兴趣。于是，我的噩梦就开始了。陈思礼现在这样，是真的过得很开心，还是精神崩溃前的最后一丝幻想呢？半年后，我回国，恰逢爷爷生日将近，我拉着许之尘去给爷爷挑礼物，却在拍卖会现场碰见了陈思礼。她穿了一条紧身吊带裙，妆容艳丽性感，跟拍卖会的气氛格格不入。但看见我，她却来了精神。陈思荣，你怎么也在？这种地方是你能来得起的吗？说着，她抬眼看向我身后。身后，许之尘穿着银灰色衬衣，黑色西装，整个人风度翩翩，俊秀从容。陈思礼像见鬼了一样，死死盯着他。那是许之尘。许之尘颔首，我是。请问你是？他认不出来陈思礼了。以前陈思礼和我是很像的，但现在他割了双眼皮，削了骨头，还隆了胸，加上浓重的妆容，性感的穿搭，已经和从前判若两人了。许之尘认不出他，也实在是正常。可听见许之尘的疑问，陈思礼却气疯了。好好好，认得他，不认得我是吧？你们俩怎么可能在一起？爸爸早就破产了，你是怎么攀上许之尘的？说着，他像是恍然大悟一般。你勾引许之尘是不是？勾引他就能摆脱苦日子，是不是？简直不知廉耻，亏你们还是表兄妹呢。这下不用我多说，许之尘也明白了他的身份。他脸色一沉，斥责，简直胡言乱语。陈思礼眼睛烧红，神情是病态的癫狂。你维护他？你知道他家现在破产了吗？他爸爸现在跑外卖了，天天挨骂，他也天天挨打挨骂，你维护这种贱货？许之尘皱了皱眉，把我护在了身后，慢条斯理地开口，我想你是弄错了。舅舅是被赶出了家门，但思荣没有。思荣现在在某某商学院念书，爷爷很器重他。话音刚落，陈思礼如遭雷击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。陈思荣应该跟爸爸去跑外卖的，怎么可能在读大学？我懒得理他，拉过许之尘就想走。陈思礼却挡在了我面前。爷爷怎么可能器重你？连我都入不了他的眼，你又怎么配？他上下打量我，仿佛找到了答案。爷爷也是个恋童癖，是不是？他居然好这一口，那个死老头挺会装模作样，早点联系我不就行了？我手底下也有很多小妹妹。啪！我狠狠打了陈思礼一巴掌。你说我可以，说爷爷不行。这一巴掌，
我替爷爷教训你。陈思礼要冲上来打我，却被一个中年男人拦住。那男人右眉上方有一颗痣，耳朵上一道疤痕，正是前世妈妈处心积虑要讨好的客人方正阳。他狠狠把陈思礼箍在怀里，看向我和许之晨，不断道歉。不好意思，他有点精神病，我没看好他，真不好意思，不是故意冒犯陈老爷子的。原来陈思礼口中有钱有权的男朋友就是方正阳啊，好可悲。他心甘情愿攀附权贵，就以为全世界的女孩子都得用身体做交易，才能换来一些什么。我摇了摇头，说：管好你的人吧，方老板。方正阳连连点头。可陈思礼在他怀里不断挣扎，那也是我爷爷，你弄清楚，那是我爷爷。方正阳又给了他一巴掌，喝道：还不闭嘴！陈老爷子家只有2个孩子，你这种出来卖的，就别乱认亲戚了。说着，他歉疚地看我和许之晨一眼，把陈思礼拖走了。这天的拍卖会，我成功拍到了爷爷最喜欢的画家的山水画，但我的心情却没有多好。请别误会，陈思礼是咎由自取，我不为他难过。我只是想到了妈妈的那栋别墅里更多的年轻女孩子们，以及更多像方正阳这样的客人们。也许现在我该做点什么了。爷爷寿宴那天，高朋满座，我和许之晨送上了那幅山水画，爷爷笑得格外开心。他拉着我们一个一个地同他的至交们打招呼。这是我孙女思蓉，小福星，投资眼光可准了。这幅山水画就是他用投资赚的钱买的。思蓉，这是你桑叔叔，某某集团的董事长。这是江阿姨，某某慈善会就是他创立的。一串又一串头衔和名字划过去，只有一个狠狠击中了我的耳膜。华雄洲。我记得这个名字，在前世他出现在方正阳无数次的怒骂里。华雄洲是军人出身搞实业的，一身正气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原本他是方正阳的老板，后来方正阳收受贿赂被查，华雄洲就把他开除了。方正阳离开公司后自主创业，从老东家那里撬走了不少客户资源。正因如此，两人几乎成为仇敌。而这一次，他们似乎都想拿下某一项政府招标专案，现在正是专案筹备的关键期。想到这里，我举起酒杯，冲华雄洲敬了一杯酒。原来您就是雄洲实业的董事长呀，前几天我刚听说过您公司的名字呢。华雄洲笑了，哦，从哪里听说的？我笑了笑，一字一句地说，前几天的拍卖会上，我碰见了方正阳叔叔。听见方正阳的名字，华雄洲嘴角微沉。我装作没察觉，继续道，说起来还蛮有缘分的，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3次碰见方正阳叔叔了。前2次，他好像和许平在喝酒。许平就是我妈妈。和我爸爸离婚后，他不仅整了容，还找算命大师改了名。这座城市里不再有人知道他的底细，他成了一个完全的新人。这几年，他靠网络直播起家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女企业家。外人看他是白手起家的励志典范，但圈内人都知道，他所谓的企业就是个权色交易的银窟罢了。此刻，听到许平和方正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，华雄洲几乎立刻就意识到了什么。你说，许平？我无辜道，对啊，那个阿姨好漂亮的，身边的小姑娘们也都很漂亮的。只是跟他们一起坐着的那个叔叔，好像有点眼熟，应该是电视上看到过的。华雄洲眼睛一亮，他匆匆往酒杯里倒满了酒，伸手过来跟我一碰，然后仰头饮尽。
思荣，你爷爷说的没错，你真是个福星。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借刀杀人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隔山打牛。我只是在某个下午随意浏览着手机新闻的时候，发现妈妈的公司倒闭了，而她本人也被羁押，连带着别墅里几个常驻的公关经理一同进了看守所。执法人员向记者透露了一些讯息，说接到权钱、权色交易的相关举报，他们十分重视，展开专项调查，并且拿到了充分的证据。再过一段时间，等法院作出裁决，就会把相关犯罪分子关进监狱。新闻报道里，抓捕现场的男男女女们的眼睛被打了马赛克，但我仍能认出那个身上有着丑陋胎记的男人是方正阳，而他怀里仓皇逃窜的性感女人正是陈思礼。和这些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报道不同，翻过一页，走入财经新闻，头条里写的是雄州实业股价上涨，因其获得了大型招标专案，增强了股东们的信心。折好报纸，保姆阿姨送上来了一份礼物，那是华雄州叔叔送给我的21岁生日礼物，一只晶莹剔透的羊脂玉佩。他什么也没说，什么字条也没留，我却知道这份贵重的礼物是为了什么。我合上了匣子，把它塞到了衣帽间。和我众多闪闪发亮的首饰一样，它很美，但已经不是我所追求的了。每一种美丽都需要付出代价，在我付出我的劳动、我的才华、我的努力作为交换之前，我还不够资格佩戴它们。又过了大半年，那桩震惊全国的案件宣判了。圈养幼女、强迫卖淫的主谋许平、陈思礼，刑罚极重。在一个下午，我收到了看守所的电话，他们说我的妹妹想要限我。在看守所外，我遇见了爸爸，我以为他是来看妹妹的，没想到他是来附近送外卖的。看到我，他舔着脸凑了上来，思荣，你能不能在爷爷面前美言几句？血浓于水啊，你忍心看着爸爸受苦吗？许之晨想要挡开他，被我拦住了。我平静地看着这个衰老疲惫的男人，说，你活该。曾经，爷爷对他寄予厚望，手把手栽培他，可他却吃喝嫖赌，败光了家产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某一天，我放学回到家，他的卧室门没有关，里面坐着赤裸的男男女女，不知是吸了毒还是喝了酒，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想要伸手拉我进去，而我爸爸就在旁边看着，只知道哈哈大笑，竟然没有阻拦。那年我才7岁，要不是保姆阿姨救下了我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。此刻看着形容猥琐的爸爸，我再也找不出一丝往昔的潇洒义气。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公平之处，你自以为是天之骄子，命运就会把你推到你应该有的位置上去。爸爸在身后叫喊了些什么，我没再理会，我只是大步往前走，把童年的梦魇甩在了身后。监狱会面室里，玻璃后，陈思礼穿着橙色马甲，戴着镣铐，可他一见我就分外激动，拼命想要往前扑，差点摔了个大马趴。我垂眼看他，冷静点，妹妹。陈思礼说，听说你已经从商学院毕业了。我点头。他又说，听说你入职了爷爷的集团，做起了总经理。我纠正他，实习生而已，能不能留下，得看实力。他继续说，听说爷爷心疼你上班路远，给你在市中心买了套房子。我说，我要付爷爷房租的。可他仿佛没听见，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本来应该是我的人生。要是我选了爸爸，这一切就都该是我的。名校、豪宅、集团继承人，
都该是我的。陈思荣，你毁了我的一切。我怜悯地看他，你没有选过爸爸吗？陈思礼从癫狂中清醒过来，半晌，颤抖地指着我，你也重生了。我没有回答，只说2次，我都想救你的。前世，爸爸破产，陈思礼找到我，想要我带他去妈妈的大别墅。我拒绝了，因为我不想让他和我一样受折磨。可他却恨上了我，下毒要了我的命。今生，我遇见方正阳，意识到妈妈或许还在做同样的勾当，于是我给陈思礼打了电话。可他并不觉得那是耻辱，反而洋洋得意，还协同妈妈一起压迫其他女孩子。新闻报道爆出来了，说方平很坏，卖女求荣。但陈思礼更坏，为虎作伥，想出的折磨人的法子比方平更厉害。望向玻璃后面痛哭流涕的人，我心中没有一丝同情。陈思礼，不管你怎么选，你的结局都不会好，因为你的发心一直都是错的。你把人当作获得荣华富贵的工具，你一生都在追求坐享其成的梦幻泡沫。即便被一个又一个老男人折磨羞辱，你也觉得那比劳动更光荣。爷爷从来没有看错过你。你和爸爸一样，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也和妈妈一样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自私狠毒。陈思礼又哭又笑，几近崩溃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要重来一次，我要重来一次。说着，他神色扭曲，向我扑来。但他忘了，中间隔着厚厚的一层玻璃。他砰的一声撞到了玻璃上，然后被狱警拖了下去。走廊里回荡着他尖利的哭骂声：陈思荣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不得好死。我只是笑了笑。不得好死吗？究竟是谁不得好死呢？收到许平身亡的消息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集团各个部门轮转过一遍了。听说许平碰巧跟一个被害女孩的妈妈关押在同一个牢房。那女人是个诈骗犯，骗了所有人，只是想给自己的女儿赚钱治病。可她被关进监狱后，她的女儿却被许平引诱、欺骗、囚禁、折磨。在一个深夜里，那个妈妈用谁也想不到的方式结果了许平的性命。据说许平死得很惨。电话那边，工作人员问我是否要认领他的骨灰。我说不必了，扔了或者丢了都没关系。真的。电话挂断了。我只是继续写着我的策划案，在同事问我等会儿点什么奶茶的时候，眨眨眼微笑。我要杨枝甘露。在集团轮转的日子里，我有时会跟爷爷吐槽，加班太厉害，快要了年轻人半条命。于是爷爷就很重视，要求对标外企，走高效风，杜绝无效加班。还把那些将加班文化带入集团的几个 HR 和部门领导开除了。这个时候，许之晨已经成了集团事业部的顶梁柱了。他一向很聪明，又从小跟着爷爷耳濡目染，对市场里的那点事儿门清。只是有时难免会遇到离一线太远、资讯流动不畅的问题，于是他就来求助我。本人没什么大本事，不过是刚入公司的时候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所以能够混迹集团一线，吃到各种瓜，听到各种八卦，然后把群众最讨厌、领导又最喜欢的那种人悄悄地告诉给许之晨。然后许之晨就天降正义，成了集团员工们眼里的大救星啊大救星。周五自愿加班后我真是自愿加班。许之晨接我去爷爷家吃饭，一路上车里音乐悠扬欢快，而窗外一轮月亮高悬江边。许之晨没头没脑地说，我小时候以为你跟你妈妈没什么区别。我笑骂一句，你没事吧，这么侮辱我。许之晨也笑了，唇边笑意柔和。是啊，
后来发现好像有点不对，你好像跟奶奶的性格更像。奶奶啊，那个陪着爷爷白手起家，一人撑起半边天的集团联合创始人。我心虚地收下了这份夸奖，又说，其实我一直很想说谢谢你来着。我时常标榜自己，说都是因为我的努力，我的勤奋，我的聪明，让爷爷看中了我，托举了我。但其实不完全是的。在我向前狂奔，想要把前世的噩梦甩在身后的这条路上，最初是许之尘向我伸出了援手。他建议爷爷让我和他一起听课，于是爷爷古朴的书房里才有了我的一席之地。听完我郑重的感谢，许之尘笑了。正好是红灯，他踩了刹车，屈指弹我脑门。大小姐，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谢啊？而且你可能忘了，小时候陈思礼把我推到湖里，是你跳下去救的我。我愣住，还有这回事？许之尘瞥我一眼，又诚恳地补充，虽然那会儿你都摸我腰高，也根本摸就起我，还拖累了我，但总归你的心意是好的。我哈哈大笑。夜风轻送，明月高照，舒伯特的钢琴曲悠扬温柔落在我的指尖。我听见许之尘慢悠悠的声音，所以思荣，这世界上的一切只不过是种善因得善果，与其感谢我，不如感谢你自己。正因为你是个好人，所以你就算遇不见我许之尘，也会遇见张之尘、夏之尘。我低下头，轻轻笑了，只是莫名其妙的，眼角有泪浮起。曾经，我生活在一个充满算计和隔阂的家里，妈妈只想要钱，爸爸只爱女人，妹妹是个撒娇卖乖的绿茶，动不动就给我使绊子。后来，我被妈妈带走，我以为会开启全新的生活，她却用一种非常残忍的办法，几乎毁掉了我的人生。被囚禁的那几年，每天都有不同的男人闯进我的房间，我甚至不敢睡着，因为生怕睁开眼睛，又是一个面目模糊的陌生人。而我最无法理解的是，把我包装成礼物送出去的人，是我的妈妈，本该是最爱我、最爱我的那个人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妈妈，我是你的女儿啊！无数个为什么交织在一起，成为我划在动脉上的刀，吞下的安眠药，死也死不成的绝望。但幸好，一切都变了。我身边有严肃又慈爱的爷爷，有优秀端方的哥哥，他们关爱我，督促我，托举着我自由生长。我的卧室布置得温馨可爱，每天环绕着我的是小猫小狗，还有财经时报。那些黑暗、疼痛、令人头皮发麻的喘息，都离我很远了。我伸手擦掉眼泪，扭头看向车窗外，去看那轮又大又亮的明月。许之尘明明察觉到了，却很体贴的没有刨根问底，只是漫不经心的岔开话题。外公偷偷问我，给你买什么生日礼物好？我想了想，说什么都别买，我想吃他做的蛋炒饭。许之尘笑得夸张，不是吧，大小姐，这么好打发？我笑，是啊，爷爷亲手做的饭还不够吗？有人愿意讨我开心，有人愿意为我做饭，而我能站在阳光下，干干净净，毫无恐惧地生活着。这就是生命给我的最好的礼物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